1991年的美国，一本印量只有1000本的小书悄悄出现在亚利桑那州的书架上，书名叫做《我来自金星》，封面上是一个眼神平静的中年女子，她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故弄玄虚，她只是用一种近乎平淡的语气告诉全世界，我不是地球人，我来自金星，而且我在金星上整整活了210年。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像是疯子的呓语，因为科学家们刚刚从探测器传回的冰冷数据里确认了金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那里的表面温度高达摄氏将近470度，足以在几秒钟之内融化一块铅。那里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相当于把你死死地按进深海1公里以下。而那里天空中飘着的云，不是我们熟悉的水汽，而是一层又一层腐蚀一切的浓硫酸。在这样的世界上，别说是活生生的人，就连人类派去的最坚固的金属探测器，落地之后也撑不过短短2个小时，就会被高温烤化，被高压压垮，连一声求救都来不及发出。所以，当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子平静地说出金星曾经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蔚蓝的海洋，有温和的气候，是一个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家园的时候，几乎所有听到的人都笑了。有人说他是骗子，有人说他精神错乱，更多的人只是把这本书当成那个疯狂年代里又一个关于飞碟和外星人的荒诞笑话，随手翻过，转眼就忘。可是，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事情似乎变得不太对劲了。因为就在过去这短短几年，全世界最顶尖的航太机构动用了原本专门用来预测地球气候灾难的超级电脑模型，去推演金星的远古历史，结果得出了一个让他们自己都感到脊背发凉的结论。又因为就在2026年，至少4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探测计划正争先恐后地朝着金星飞去。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子在35年前就已经说过的那样东西。更诡异的是，当人们重新翻开他留下的那些被视为禁忌的话语，把它们一条一条和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摆在一起对照的时候，赫然发现他当年留下的6个预言当中，竟然有4个正在我们的眼前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现实。他到底是谁？他究竟说了什么？那4个正在成真的预言又分别指向了什么？而剩下的那2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会不会正是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也最沉重的提醒？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子和她那6个让科学家都坐不住的禁忌预言。我们先从头说起，她究竟是谁？她的名字叫做奥姆内克·奥内克。根据她自己的说法，这个名字在金星的语言里，意思是灵魂的回返。她声称她并不是出生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坚硬而冰冷的金星表面，而是出生在金星的另一个维度，一个由更高频率的能量所构成的世界。他说，在那里有一座叫做图托尼亚的城市，城里的建筑由晶莹的水晶构成，人们早已不再需要笨重的肉体，而是以一种更加精微、更加自由的生命形态存在着。他描述那里没有战争，没有饥饿，也没有我们地球上这种无穷无尽的争斗与恐惧。他说，他在那个世界里整整活了210年，见证了无数的事情，也学会了关于宇宙运行和灵魂本质的古老知识。他还讲过一套听起来相当完整的宇宙观。他说，人类这个物种根本就不是只属于地球的，在我们的太阳系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生命，分别在金星、木星、火星、土星上落了脚。这些星球上的存在组成了一个他称之为行星兄弟会的联盟，彼此守望。而地球是这个太阳系里最年轻的一颗行星，就像一个刚刚入学的孩子，懵懂、冲动，还在跌跌撞撞的学习。他甚至说，地球上不同的人种其实都和这些不同星球上的存在有着某种古老的血脉联系。他描述的金星生活没有金钱，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你争我夺。他说，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早已明白，所有的生命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源头的不同显化，伤害别人其实就是在伤害自己。他还提到过一套被他称为宇宙古老法则的教导，
这套教导从一个超越一切的至高存在开始讲起，讲述一条看不见却维系着所有世界存在的生命之流，讲述灵魂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转世中不断学习和成长，也讲述死亡其实并不是终点，而仅仅是换下一件穿旧了的衣服。有研究者很快就发现，他所讲述的这一整套东西和地球上一个叫做艾克卡的灵性流派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此，奥姆内克的解释是，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真理本来就只有一个，无论它在宇宙的哪个角落被讲述，它的核心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特定的年代，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1991年前后的世界，冷战刚刚落下帷幕，人们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与莫名的不安。关于飞碟、外星人、神秘访客的话题正悄悄地在民间累积着一股巨大的热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温德尔·史蒂文斯这位执着的上校把奥姆内克的故事一把推到了聚光灯下。有趣的是，主流的科学界和媒体几乎自始至终都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干脆地归入了不值一驳的怪谈之列。可与此同时，他却在德语区的欧洲悄悄地累积起了一批极为虔诚的追随者。几十年来，这个瘦小的女子就这样在主流的彻底无视和小众的热烈追捧之间走完了她大半生的传奇。那么，她又是怎么来到地球的呢？她讲述的这段经过，恐怕是整个故事里最令人毛骨悚然，也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一段。她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盐城附近，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名叫希拉。金星上的人早在1个多月之前就已经精准地预知到这个小女孩即将在一场巴士车祸中丧生，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安排，让奥姆内克的灵魂在小女孩死亡的那一瞬间进入她的身体，接替她在人间的生命，继续活下去。从此以后，这个来自金星的灵魂就顶着一个地球小女孩的身份，被希拉的祖母带到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抚养长大。她声称自己还曾经被秘密地送往西藏的一座古老寺院，在那里，她学习如何像一个真正的人类那样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生活，如何隐藏自己的记忆，如何适应这副沉重的肉体。她长大，结婚，搬到了芝加哥，生下了4个孩子，后来又有了3个孙子。她当过酒吧的女士，做过服装设计，也做过超市的收银员。在所有外人的眼中，她过着一段再普通不过的人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的女人内心藏着一个如此惊人的秘密。直到1986年，一位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同时也是当时相当有名的飞碟研究者温德尔·史蒂文斯，第一次私下出版了他的故事。这位上校可不是无名小卒，他把自己退休后的全部人生都投入到了对不明飞行物的调查当中，也曾经大力推广过另一位著名的外星接触者比利·迈尔的案例。又到了1991年，这本书正式公开发行，没想到瞬间就被抢购一空。就这样，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子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也走上了一个又一个飞碟大会的讲台。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人们，她来到地球肩负着一个明确的使命，那就是帮助提升人类的意识，向这个被她形容为充满了争斗和恐惧的世界传递一种无条件的爱。她讲灵魂，讲创造的源头，讲那条维系着一切世界存在的生命之流。从1990年代开始，她就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出版书籍，把她所知道的关于宇宙、关于灵魂、关于地球未来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2009年，她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导致半身瘫痪。很多人以为她的故事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是她并没有停下脚步。就在2026年的5月，年事已高的她依然出现在德国一场大型的飞碟揭秘大会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一同站在那个舞台中央。对于相信她的人来说，这个瘦小的身影本身就是一个跨越了70年的传奇。那么问题就来了，她说的那些话为什么会被称作禁忌呢？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她所描绘的那个曾经拥有海洋的金星，彻底违背了当时所有科学家对这颗星球的认知。这在那个年代
简直就是对科学常识的公然挑衅，是注定要被嘲笑的。第二，也是更敏感的一点，他声称地球真正的命运并不掌握在地球的统治者手中。他说，有一股看不见的负面力量一直在试图让人类保持愚昧，保持恐惧，保持分裂。这样的话语在很多人听来是危险的，是不该被轻易传播的。但无论如何，他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留了下来。现在就让我们一个一个地揭开这位金星女子留下的6个禁忌预言。第一个预言，也是最让科学家坐立难安的一个，我把它叫做金星的镜子。奥姆内克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金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今天这副地狱般的模样。他说，在非常非常久远的过去，金星和今天的地球一样，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辽阔的海洋，有温和宜人的气候，有繁茂的生命。只是后来，金星的气候发生了剧烈而彻底的改变，星球的表面变得不再适合肉体生存，于是生命才逐渐转移到了更精微的维度去延续。在1991年，这个说法被当成了天大的笑话，因为当时人类所有的观测都明明白白地显示，金星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大火炉，怎么可能曾经拥有过海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是科学探索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嘲笑而停下。早在1980年代，美国派往金星的先驱者号探测器就第一次传回了一些奇怪的信号，暗示金星在遥远的过去可能真的拥有过水。这条微弱的线索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很快就被淹没在故纸堆里。真正的冲击发生在最近这10几年，美国太空总署旗下的科学家们用一套和预测地球未来气候变化几乎完全相同的超级电脑模型，去模拟金星数十亿年前的古老气候。结果，这套模型给出了一个让研究者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答案。模型显示，在金星形成之后的早期，它很可能真的拥有过一片浅浅的液态水海洋，而且这种适合生命存在的温和环境竟然可能持续了长达20亿年之久。20亿年，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地球上的生命从最简单的单细胞一路演化到今天能够仰望星空的我们，前后也不过用了30多亿年。如果金星真的曾经拥有过长达20亿年的温和海洋，那么它有没有可能也曾经孕育过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呢？一想到这里，很多科学家自己都觉得不寒而栗。科学家进一步还原了那场毁灭的全过程，而这个过程读起来简直就像一部星球的死亡日记。他们推测，由于金星比地球更靠近太阳，接收到的阳光太过强烈，它表面的海洋开始一点一点地蒸发，水蒸气升上高空，被猛烈的紫外线无情地分解，其中质量很轻的氢不断地逃逸到太空中，一去不复返。当海洋彻底干涸，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吸收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就开始在大气里疯狂地堆积，越积越厚，像一床密不透风的厚被子，把太阳的热量死死地锁在地表，再也散不出去。这就是那个让无数行星科学家闻之色变的名词——失控的温室效应。就这样，一个曾经温柔的蓝色世界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活活蒸干，最终沦为今天那个摄氏将近470度，连金属都会融化的死亡星球。今天人类派去的探测器拍到的金星表面，到处都是巨大火山反复喷发留下的痕迹，整颗星球的地表仿佛被重新熔铸过一遍，几乎找不到任何远古的记忆。那么，科学家又是凭什么敢说金星曾经拥有过大量的水呢？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证据，叫做氢的同位素比例。简单来说，构成水的氢有氢重2种。当一片海洋被太阳一点一点地蒸干，较轻的那种氢会优先逃逸到太空中去，而较重的那一种则会更多地被留在原地。今天，当探测器去测量金星大气里这2种氢的比例时，赫然发现较重的那一种竟然是地球上的100多倍。这就好像是一个犯罪现场里留下的指纹，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这颗星球的过去。曾经拥有过一片何其浩瀚的海洋，而那片海洋后来又是何等彻底地消失在了茫茫的宇宙深处。金星和地球本是在同一时间
从同一片星云中诞生的孪生兄弟，大小相当，成分相近，可仅仅因为离太阳近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变成了生机盎然的伊甸园，而另一个却沦为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炼狱。这种命运的巨大反差，本身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愿意思考的人感到一阵深深的敬畏与恐惧。你发现了吗？这位金星女子在1991年说过的那句话，金星曾经是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因为气候改变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竟然和几十年后人类最严谨的科学模型推演出来的结论几乎一字不差。当然，我们必须保持客观和清醒，科学界对这件事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就在最近这2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仔细分析了金星大气的化学成分之后，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金星可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太热了，海洋根本就没有机会凝结形成，这颗星球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干燥的炼狱。这场关于金星到底有没有过海洋的争论，到今天都还在激烈的进行着，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无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已经无可争辩，那就是金星这个和地球大小几乎一样，组成成分几乎一样的姊妹星球，确确实实走上了一条和我们地球截然不同的通往毁灭的道路。而这正是这第一个预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因为奥姆内克从来都不只是在讲金星的过去，他是在用金星的过去警告地球的未来。他反复说，金星的下场就是地球的一面镜子。当我们站在2026年，看着一年比一年极端的气候，看着不断被刷新的高温记录，看着加速融化的冰川和悄然上升的海平面，再回过头去看看金星那条因为失控温室效应而走向死亡的道路，你还笑得出来吗？我们和金星之间的差别也许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科学家发现气候的改变往往并不是一条可以随时刹车的平缓斜坡，而是一道又一道隐藏在前方的悬崖。一旦越过某个看不见的临界点，整个系统就可能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样，发生无法逆转的连锁反应，再也回不了头。金星的悲剧本质上就是这样一场彻底失控的连锁反应。今天，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源源不断地排放进地球的大气里，我们真的能够拍着胸脯确定我们离那道悬崖的边缘还留有足够安全的距离吗？奥姆内克在30多年前说的那句金星就是地球的一面镜子，听起来像是缥缈的神秘主义，可它背后所揭示的那个冷酷的物理道理却让人无从反驳。第二个预言，我把它叫做当科技超越了智慧。这是奥姆内克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遍又一遍提到的一个警告。他说了这样一个意思，自从人类在上个世纪掌握了核能之后，人类在技术上的发展速度就远远地把人类灵性的成长速度甩在了身后。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抽象，但他接下来说的就非常具体了。他声称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能够彻底毁灭整颗星球，毁灭星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而这件事在那些一直默默关注着地球发展的宇宙存在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忧虑和不安。他说，那些存在曾经试图和地球的统治者进行沟通，希望他们能够停下来重新思考人类正在走的这条路。但是这些善意的尝试几乎全部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地球的统治者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从这些来访者手中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强大的武器，以及如何把这一切牢牢地藏在秘密里，而不是任何关于灵魂与智慧的提醒。这里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做不干涉法则。他说，那些更高的存在虽然有能力，却不被允许直接插手地球的事物，他们只能旁观，只能劝说，最终的选择权始终牢牢地握在我们人类自己的手里。这个设定后来在无数的相关传说里都反复出现，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母题。这个不干涉法则其实也悄悄地回应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那就是既然真的有更高的存在在关注着地球，他们为什么不干脆现身，帮我们把这一团乱麻般的问题通通解决掉呢？奥姆内克给出的答案是，他们不能，
也不会，因为一个始终被别人抱着走完全程的文明，永远也学不会如何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起来。地球是一所学校，而学校的全部意义，恰恰就在于让学生自己去经历，去碰壁，去犯错，然后在错误中真正的成长。他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留下一两句善意的提醒。至于听不听，做不做，最终的决定权全都在我们自己。这个观点说来也怪，无论你信不信外星人，恐怕都不得不承认，它里面藏着一种朴素却又无比深刻的智慧。我们把这第二个预言的核心提炼出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人类正在制造出自己根本驾驭不了的力量。那么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个预言成真了吗？我们先看核能。核武器并没有像很多人曾经天真的期待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恰恰相反，在过去这几年，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几个拥有核武的大国之间的对峙与摩擦，让核战争的阴影重新沉甸甸地笼罩在每一个地球人的头顶。那个能够在顷刻之间毁灭整颗星球的能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局势的恶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也更加真实。可是，真正让这个古老的预言在今天变得惊悚起来的是另一样东西——人工智慧。从2023年开始，人工智慧的发展速度彻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那些创造它的人。短短几年之间，这种技术已经像潮水一样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我们敲下的每一行字，到我们看到的每一条讯息，我们一边惊叹于它那近乎魔法般的强大，一边又开始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连这个领域里最顶尖的科学家都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发出警告。他们说，如果有一天人类无法再驾驭这种比自己更聪明的智慧，那么后果可能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你看，这不正是奥姆内克在30多年前说过的那句话吗？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智慧的成长。我们造出了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甚至能够毁灭整个世界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处理冲突与矛盾的方式，我们对待彼此的那一点点善意与耐心，真的也跟着一起进步了吗？还是说，我们只是一群手里握着越来越锋利的刀，内心却依然充满了恐惧和贪婪的孩子？这个在30多年前发出的警告，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刺耳，更加沉重了？第三个预言可能是最浪漫，也是最即将被当代科学亲手验证的一个，我把它叫做我们从来都不孤单。前面我们提到，奥姆内克声称地球从来都不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他说，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金星、木星、火星、土星，这些星球上其实都有生命，只不过它们大多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更高的维度之中。他还说，这些星球上的存在组成了那个行星兄弟会的联盟，而这个联盟从亚特兰提斯和雷姆利亚那样远古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和守护着我们这颗年轻的星球。在1991年，这听起来就是典型的飞碟爱好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可是，请你务必记住他说过的一个关键细节。他说，生命可以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可以存在于一颗星球的云层之中。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金星。2020年，一个震惊了全球科学界的消息传来，一群天文学家在用望远镜仔细观测金星的大气时，竟然在金星云层大约50公里的高空探测到了一种叫做磷化氢的气体。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因为在地球上，磷化氢这种气体通常都和生命的活动，特别是某些微生物的活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科学家可能在金星的云层里找到了一个生命存在的信号。虽然这个发现后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质疑那可能只是望远镜的观测误差，也有人认为那只是其他化学物质造成的一个假信号。这场争论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但是，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极其耐人寻味吗？金星那片温度高达将近470度的地表，当然绝无可能有任何生命。
可是在它50公里高空的云层里，温度和压力反而变得温和了许多。那里恰恰是科学家认为整颗金星上最有可能存在某种漂浮生命的地方。而这个位置，这个云层之中的位置，不正正是奥姆内克在几十年前就反复暗示过的生命转移到精微之处的那个说法吗？一个被嘲笑了30年的女人的话，和一个价值连城的科学发现，在这片云层里奇异地重叠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正是因为这些越来越多的线索，全世界的航太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掀起了一场奔赴金星的竞赛。就在2026年，一个由私人团队主导的金星探测计划正式启程。它几乎唯一的任务就是飞到金星的云层里，去亲手寻找生命的痕迹。紧接着，美国太空总署接连批准了2项重量级的金星任务，其中一项将在未来几年深入金星稠密的大气，一边下降，一边疯狂地采集数据，去亲口品尝那片云的成分；另一项则将用雷达为金星那张被厚厚云层遮盖了千百年的脸绘制一份最精细的地图。除此之外，欧洲和印度也都各自规划了属于自己的金星探测器。一时间，这颗被人类冷落了几十年的星球，重新成了整个太阳系里最炙手可热的目的地。科学家为什么会对金星的云层抱有如此巨大的期待呢？因为他们经过反复的计算发现，在金星地表那令人绝望的高温之上，大约50公里的高空竟然存在着一个温度和压力都意外宜人的薄薄的夹层。在那个高度，温度大致和地球的表面相当，压力也和我们脚下的世界相去不远。如果说金星上真的还残存着什么生命，那么这片漂浮在无边硫酸云海之上的温和夹层，几乎就是他们唯一可能的避难所。一些大胆的科学家甚至设想，那里会不会正漂浮着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能够在强酸环境中安然生存的微生物，它们随着云层缓缓漂流、繁衍，构成一个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悬浮在空中的生态系统。而这幅奇异的画面，和奥姆内克所一再声称的生命早已转移到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又是何其的相似。而把目光从金星收回到我们自己的星球，你会发现那扇通往未知的大门也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推开。就在最近这几年，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一反几十年来讳莫如深的态度，主动公开了大量过去被列为最高机密的不明飞行物影像和档案。曾经，谁要是在公开场合认真地谈论这些，就会立刻被贴上疯子的标签，被嘲笑，被排挤。可如今，这些话题却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最严肃的议会听证席上，由穿着笔挺西装的官员和军人一本正经地讨论。整个社会对于我们是否孤独这个古老问题的态度，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发生着一场静悄悄却又翻天覆地的转变。你能想象那个鲜明的对比吗？在1991年，全世界都在嘲笑一个女子竟然说金星上有生命，而在2026年，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科学家却驾驶着人类最昂贵、最精密的探测器，争先恐后地飞向金星，去寻找他当年所说的那个答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与此同时，在地球上，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话题也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公开的讨论。那些曾经被视为禁忌，只能在地下小圈子里窃窃私语的话题，如今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国政府严肃的听证会上。越来越多曾经讳莫如深的档案被解密，越来越多的目击者被允许开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相信，我们也许真的从来都不孤单。这第3个预言正在以一种谁都没能料到的方式缓缓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第4个预言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把它叫做大觉醒与大分裂。奥姆内克说，他来到地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参与并推动一场他称之为地球灵性转变的过程。他解释说，这个过程就是要慢慢的、温柔的提升整个人类群体的意识频率。他相信，随着这个频率的不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原来万事万物之间其实都是彼此相连的，开始明白原来爱才是这整个宇宙创造的真正源头。他甚至在1994年
发起了一个叫做和平行动的冥想计划，号召世界各地的人在每个星期固定的那个时间，哪怕只是短短的10分钟，也一起静下心来，向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发送爱与祝福。考虑到地球各地的时差，他说这其实是一场永不间断环绕着整个地球的祝福。在那个冷战刚刚结束，世界看似一片乐观的年代，奥姆内克却反反复复地对人们说，真正的改变永远不可能来自外面，而只能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他说，你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你们恰恰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们每一个当下的念头都在悄无声息地塑造着你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他坚决地拒绝让人们把改变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救世主或者某一支从天而降的外星舰队身上。他说，那种苦苦等待着别人来拯救自己的心态，本身就是最大的，也是最隐蔽的陷阱。这番话在当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得进去，可是30多年过去，当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深深的无力感层层包围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细品这句话，才忽然咂摸出了它沉甸甸的分量。他真心的相信人类正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自内心的渴望真正的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把话只说一半，留给人们一个虚假的美梦。他同时严肃地警告说，这场觉醒绝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有一股他口中的负面力量会拼了命的反抗，会用尽一切手段试图让人们的意识继续停留在一个低下的水平，让人们继续活在恐惧里，继续为了各种理由彼此争斗，继续被一道又一道无形的墙分裂开来。现在请你诚实地静下心来看一看2026年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一方面，觉醒的浪潮确确实实地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从外在转向内心，开始追求身心灵的平衡，开始认真地反思我们和这颗星球以及我们和彼此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由和对真相的渴望正在全球的范围内悄然涌动。可是另一方面，分裂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心痛的程度。社群网络用看不见的演算法，把每一个人都关进了一个只能听到同类声音的房间里，观点稍有不同的人便彼此仇视，互相谩骂，整个社会被一道又一道的鸿沟撕扯得四分五裂，真假难辨的讯息漫天飞舞，人们越来越难分辨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该信，什么又是精心编织的谎言。我们仿佛正一边在觉醒，一边却又前所未有的对立、恐惧和孤独。这不正是奥姆内克所预言的觉醒与反抗同时上演的那一幕吗？他说的这场席卷全球的大觉醒和这场与之如影随形的大分裂，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同时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这第4个预言也已经悄然成真。说到这里，金星的镜子、超越智慧的科技、云层里的生命、觉醒与分裂，这4个预言都已经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我们的眼前清清楚楚地显现了出来。那么剩下的那2个至今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又分别是什么呢？而这恰恰也正是我认为整个故事里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停下来好好深思的部分。第5个预言是一个至今仍然笼罩在重重谜团之中的奇特的说法，我把它叫做月亮的秘密。奥姆内克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奇特也非常令人费解的话，他说，地球之所以始终充满了失衡、动荡和不安，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竟然来自于他那颗看似温柔的孤独的卫星月亮。他声称月亮会对地球上的人类产生一种不断交替变化的看不见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让人类的情绪和心智始终难以真正的平静下来，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反复的摇摆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个关于月亮的奇特说法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在讲，一些研究另类学说的人，比如英国那位以言论惊世骇俗而闻名的大卫·艾克，以及一些声称接收到了外星讯息的通灵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月亮并不像我们从小被教导的那么简单，它对人类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认知。那么这第5个预言
成真了吗？老实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月亮的引力会影响地球的潮汐涨落，这是早已被证实的科学常识。月亮的阴晴圆缺周期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里也确实常常被和人的情绪，甚至是某些离奇的行为挂上钩。但是要说月亮会通过某种看不见的神秘的方式去操控整个人类的心智和情绪，这个说法至今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能够真正支持它。它依然牢牢地停留在传说和猜测的层面，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却始终无法被证实的谜。所以这第5个预言，我们目前只能把它归入尚未应验的那一类。也许它永远都不会被证实，它只是一个迷人的幻想，又也许它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我们现在还无法理解的遥远的未来。不过这个关于月亮的禁忌说法之所以让这么多人着迷，恐怕也不是全无缘由的。你有没有想过，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里，月亮都被赋予了一种既美丽又危险的双重气质。西方有满月之夜人会变狼的古老传说，许多语言里疯狂这个词的词根干脆就直接来自月亮。东方的文化里，月亮同样牵动着人们最深沉的悲欢离合与阴晴圆缺。一些另类研究者更是大胆地提出，月亮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一颗自然形成的天体，而是某种被刻意放置在地球轨道上的巨大的人造之物。这些说法当然都缺乏坚实的证据，更像是人类面对那轮皎洁明月时一种古老而集体的不安。奥姆内克的这个预言也许永远都只能停留在这片迷人的灰色地带，既无法被证实，也很难被彻底否定。而最后一个第6个预言则是奥姆内克所有话语当中最宏大、最神圣也最遥远的一个，我把它叫做地球的毕业典礼。他声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维度跃迁，正在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第3维度慢慢的、不可逆转的向着更高的第5维度上升。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群体的意识频率必须要被提升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当我们的频率提高了，我们才有可能跟上这场宏大跃迁的脚步，而不被远远地抛下。他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甚至有些令人神往的话。他说，在未来，地球将会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所描绘的似乎是这样一幅图景：地球终将完成它作为一所人类灵魂的学校，这个延续了无比漫长岁月的使命，然后整体的进入一个全新的存在状态。就好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苦难、挣扎、学习与成长，都只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课程，而终有一天，地球连同地球上的我们会迎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然后一起升入一个我们现在的头脑还完全无法想象的更高的世界。那么这第6个预言成真了吗？显然没有。我们依然牢牢地活在这个坚硬的、充满了重力、疼痛和烦恼的物质世界里。所谓的维度跃迁，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无法用今天人类所拥有的任何一台仪器去捕捉、去测量。它是这6个预言当中最虚无缥缈的一个，也是最无从验证的一个。它更像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一个预测。不过这个说法倒也并不孤独。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西方新时代运动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极其相似的说法，他们把它叫做大转变或者大跃迁。这个说法相信整个地球连同生活在上面的所有人类正在经历一场从3维世界向着更高维度缓慢攀升的集体进化。在这个说法里，3维指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由物质、由时间、由因果关系所构成的这个坚实的世界，而所谓的5维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在那里，恐惧消失了，分离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爱、彻底的合一，以及一种超越了肉体与死亡的全新的觉知。他所说的地球的毕业典礼几乎和这套说法严丝合缝。他说，地球之所以还存在着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战争与仇恨，正是因为它还停留在低维的震动之中。
而当足够多的人完成了内在的觉醒，当整个星球的集体意识被提升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上，这场跃迁就会在某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时刻悄然完成。到那个时候，地球将不再是一所充满了考验的学校，而会蜕变成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灵魂的家园。这个画面美得令人神往，可它究竟是真实的未来，还是仅仅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为自己编织出的一个温柔的梦？没有人能够回答。所以你看，这位金星女子留下的6个禁忌预言，4个正在以惊人的方式一一成真，而剩下的2个则依然悬而未决，静静地漂浮在传说与遥远未来的交界之处。但是这个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这个故事真正的转折，真正最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地方，恰恰就藏在最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奥姆内克本人其实非常反感被别人称作预言家。在他巡回世界各地演讲的那些年里，几乎每一场都会有人满怀期待地举起手，问他同一个问题：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而他的回答每一次都惊人的一致。他平静地说，这取决于你们自己。他甚至说过一句堪称颠覆的话，他说，所有的预言，所有的预测，其实都是那股负面力量精心设计的工具，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从创造你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现实上面悄悄地引开。你听明白了吗？这真是一个巨大到令人错愕的反转。一个被全世界都当成预言家的女子，却在用尽她毕生的力气，反复地告诉所有人不要去相信预言。她真正想说的到底是什么？她真正想说的是，未来从来都不是一条已经被别人铺设好的冰冷的铁轨，而是一张正在被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共同绘制的画布。他反复地强调，我们每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灵魂，都是那个伟大创造源头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天生拥有着创造的力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充满了气候灾难、核武阴影、科技失控和社会分裂的世界，并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剧本，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所有人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冷漠以及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一点一点共同创造出来的。而既然这个世界是被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就同样拥有着改变它的力量。这句话乍一听像是某种轻飘飘的心灵鸡汤，可如果你真的愿意停下来仔细地去咀嚼它，你会发现它其实藏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重量。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神明，没有任何一张早已写好的剧本会在冥冥之中替我们承担这一切的后果。他说，恐惧是这个世界上最具破坏力的一种能量。当千万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想象全都投向那些末日、那些灾难、那些最坏的结局时，他们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集体意识亲手为那个结局添砖加瓦。反过来，当人们选择相信爱，选择相信合作，选择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光明的可能时，那个可能也才会一点一点地在现实中生根发芽。所以在他看来，预言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成真，而恰恰是因为当我们深信不疑地去传播它，去恐惧它的那一刻，我们自己就成了让它成真的那双最关键的手。如果我们从这个全新的角度再一次回过头去看那4个正在成真的预言，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的意义已经完全变了。金星的镜子并不是在冷冰冰地宣判地球的死刑，而是在焦急地提醒我们，气候的那个方向盘此刻还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科技超越智慧的危机并不是在恐吓我们束手就擒，而是在大声地催促我们赶快让自己的内心和智慧去跟上我们双手所创造出的那股可怕的力量。觉醒与分裂的同时上演，更不是要让我们陷入绝望，而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正稳稳地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向左还是向右，最终由我们自己来决定。那4个成真的预言从来都不是不可逆转的宿命，它们
是写给我们这整个时代的4封沉甸甸的警告信。而那2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无论是月亮深藏的秘密，还是地球那场宏大的跃迁，它们最终究竟会不会成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成真？那个答案也许并不在遥远冰冷的星空之中，而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个选择里。2026年的5月，当这个年迈瘦小的女子再一次颤巍巍地站上德国的讲台，当一艘又一艘探测器正在无垠的黑暗中穿越漫长的星际，朝着金星那片神秘的云层奋力飞去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她说过的那句最朴素却也最有力量的话。她说，是你们自己决定了会发生什么。也许这才是这位自称来自金星的女子跨越了整整35年的漫长时光，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禁忌。她之所以禁忌，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荒诞离奇，而是因为她把命运那沉甸甸的重量重新交还到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肩膀上。她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的坐等预言一一应验的旁观者，我们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执笔人。那么你呢？看完这整个故事，你觉得这6个跨越了时空的预言究竟只是一连串惊人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至今尚未理解的力量在那背后悄悄地运作着？而面对那4个已经或正在成真的警告，你又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还来得及亲手去改写那个结局吗？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和你的故事都留在下面的评论区里，我们一起好好的聊一聊。